我知道海洋堂一直有在出游戏王的人物系列，但我猜海洋堂自己也没有想到啊，当出到暗游戏的时候，半路竟然 SHF 杀了出来。海洋堂的暗游戏其实8月份就发售了，早鸟价380带特点，但是反响平平啊，可能大多数人都在等同价位的戴哥的出品。作为日漫界最赚钱的 IP， 暗游戏是无可争议的 IP 第一人，以至于王样这个称呼啊，有1半以上的搜索结果都会指向他。结果到2025年了，高桥老师都已经看不到了。万代和海洋堂这2家才终于出了这2款可动玩具啊，真是让粉丝们好等啊！那今天咱们就第一时间把2个一起搞来对比看看，究竟谁更值得入手吧。首先是本体的对比啊，可以看到在身高和体型方面，万代是要明显大出一圈的。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啊，这次2边都选用了这个校服当披风的造型。作为在动画中一变身就能自动剖离校服变成披风的男人，我曾经一直很好奇啊，这货的校服到底是怎么固定在背后的？那今天也算是在模型上答疑解惑了。2边的思路都是比较一致的，都是在背后开个洞，然后直接把衣服给插上去，领口作为校服的一部分也直接固定在脖子上，并且这次2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把衣服折成3半，然后分别做可动的设计。海洋堂这边的可动幅度是非常的不错的，尤其是能向后大幅的抬起，有助于避让干涉，而且袖子也是可动的。不过这个关节松的啊，我宁愿不要给它，把玩体验相当糟糕。戴哥这边松的也是不遑多让啊，尤其是衣领和后披的连接处，把玩的时候干涉超大，一用力抬就掉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左右的衣服竟然只能向内转，向外是完全抬不起来的，而且上抬的幅度也非常的有限，所以干涉超大。好在这边的袖子是固定死的，但有什么用呢？这把玩体验2边都是0分。另外这次2边都选择把大金链子牵连积木作为独立的配件，且都还原了链子的结构，好评好评。但是海洋堂这边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你这个链子不觉得有点太粗了吗？本来身材就小1号啊，链子又大1号，导致披上校服的时候，海洋堂这边的链子就会卡在外面，就会显得很不自然啊。那么戴上金链，披上校服，紧身皮衣和层叠跳染，我们熟悉的王样又回来了。那么你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？从身形方面来说的话，我个人暴论一下啊，万代要好上不少。最主要的就是关节的处理啊，这个我相信不需要太多的解说吧。尤其是肢体方面的处理啊，海洋堂的这个4肢就跟道感一样，跟戴哥还是有明显差距的。更不用说衣服的质感表现啥的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单看万代的表现的话，其实也就那样。但奈何对手更不给力啊！本来以为是针尖对麦芒，结果是一个半斤8两。在细节方面，尤其是上半身的黑背心和皮带的表现，海洋堂这个更是有点差意思了。而对于经典的杀马特4件套、锁链、皮衣、紧身裤和发型，咱们的海洋堂在发型这个项目上也落败了。虽然 SHF 也没有好到哪儿啊，一股塑料感，但海洋堂的这个在细节上面确实是更差一点的。这个差别就很像在漫展上的王样 coser， 万代这边是真的做了个杀马特的假发，但海洋堂那边是直接戴了个纸板化的头发。当然了，我这个对比是多少有点吹毛求疵了，现实中当然是几乎无法还原这种打牌用的发型的，所以他们打牌都打不过王样。那其实很多人呢，尤其是国内的大众都会认为这种风格叫杀马特，但在日本这种风格叫做视觉系，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流行的。其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夸张的发型和这种类似地雷系的打扮。其实高桥老师选择这样的造型呢，真的只是为了方便表现游戏的表里人格。可以看到游戏王初期的漫画的暗游戏的造型啊，和现在的王样真的感觉很不一样。闪电炸雷的宝石海星发型确实很符合暗域的气质，而且初期的游戏王并不完全打牌啊，是真的在玩各种游戏。暗游戏的作用就是在小表打不过的时候跳出来，把对面拉进黑暗游戏，然后把对面干掉。而其中登场的各个角色，包括城之内、海马他们一开始都画得非常的阴暗，他们玩的也都是那种赌命的黑暗游戏，玩游戏的目的也不是决斗带来笑容，就是他妈的为了杀人。而为了想这些游戏呢，再去配合那种类似揭露犯罪、净化灵魂的剧情，也把高桥老师的精力耗得精疲力尽，游戏王的人气也一路走低，直到最终确认完全以卡牌游戏作为基调，整个漫画才又活络了起来。就像高桥老师说的，仿佛从越来越窄的小道，终于看到了前方坦途通向的大海。从此之后的王样造型也越来越收高，越来越帅了。游戏王的主题之一暗的正义，也和暗游戏的变化一样，慢慢的从真的阴暗恐怖转向了少年漫的王道。好的，我们回到模型上啊，其实刚刚聊到了发型，为什么会觉得做的一般呢？面雕的崩坏绝对有很大的影响。看看这几个面雕吧，咱们先对比一下海洋堂和万代的这个严肃脸。海洋堂这边我是真的已经不想吐槽了，拉远了看还是挺像的，这个评价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了。但戴哥这边也是有点小崩的，这个吊脚眼真的经不起细看。再来看到这个轻蔑脸啊，这个邪魅一笑还真是够邪魅的。海洋堂这边甚至有一点狐狸的既视感，是怎么回事啊？
除了刚刚的2个以外，海洋堂这边的面雕一共给了5个，但是4个都过于潦草了。唯一能看得过去的只有正中的这个怒吼脸，神韵把握的还算是很不错的。不管是这样左右侧面去看呢，还是仰视、俯视去看，都比较的王样，这个还是好评的。戴哥这边也是5个表情啊，总的来说要比海洋堂这边要好上不少。虽然有一个面雕啊是有点滥竽充数了，那多给了一个受击后的荒神脸，这应该是还原王样那次最大的败北，谁用谁输的奥利哈刚结界，最后还把小表给打没了。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段的，小时候看很伤心很绝望，打到最后也没听到那句索雷瓦多克纳，但这也证明了王样也会输，他充其量就是个牌打得很好的法老王而已。而他与小表之间那种甚至超越了灵魂羁绊的什么东西，以及即便没有小表，王样和其他伙伴之间也是互相鼓励、互相修正的铁哥们关系，在这一段展现的都非常的优秀。戴哥这边最后2个面雕都是怒吼脸，但是其中一个是额头上给了特殊的遗印，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取回力量的真正的法老王阿图姆。可能会有不少朋友认为这代表的是7神器中的千年眼，其实并不是啊。在古埃及，额头上的这个眼睛被称为荷鲁斯之眼，一般是以左眼的形式出现，因为荷鲁斯的左眼代表月亮和复活，右眼代表太阳。而作为埃及的最高神，能让荷鲁斯之眼浮现于额头的，本身就是法老的王权与神权的象征。这里再科普一点冷知识啊，大家都知道荷鲁斯是太阳神，拉也是太阳神。埃及神话中认为神的真名具有神力，一旦得知神的真名，就能获得其对应的力量。荷鲁斯之母伊西斯就是通过特殊的手段得知了拉的真名，然后把他告知了荷鲁斯，结果荷鲁斯也获得了太阳神的力量。不过当年大学选修考古时，教授说这个神话大概是古王国时期，拉和荷鲁斯分别是上下埃及太阳神的代表，结果一方统一埃及后，信仰逐渐统一，两者也就慢慢合二为一了，也才出现了各种取而代之的故事。至于真名代表力量这件事，法老王一般都有一个自己名字的王名圈，在游戏王的古埃及篇里也有出现，王样脖子上那个银色的项圈就是这个东西，它代表着用圈把法老王的名字和其力量圈住。而王样在 DM 的剧情中失去力量，就是因为失去了名字，所以无名的法老王只能来现实打牌了。而王样的真名阿图姆，咱们的太阳神拉也有一个别名，就叫阿图姆。王样的原型是法老王图坦卡蒙，而其父在位时期所推行的异神教改革，这个新神就叫阿图姆。可见高桥和希老师究竟是做了多少背景考据啊！顺便一提，图坦卡蒙陵墓中出现的塞纳特游戏版就是游戏王卡牌的原型。而戴哥既然能给这个面雕，是不是预示着古埃及专版的阿图姆也会出 SHF 呢？那么说回到卡牌啊，作为游戏王的产品，握卡的手型必然是重点了。不过这次两边的思路不同啊，海洋堂这边的卡是独立的配件，给了5张手牌和1个单张以及1摞牌组，属于游戏王系列的通用配件了，涂装造型都还算不错。牌组能够插进决斗盘里面，对应还有一个左手握手牌的手，以及一个右手捏住单张的手。其他的1对放松手、1对开掌手、1对抓握手、点赞手和1扬指，这些就都不能和牌互动了。相较之下 ，SHF 这边则看成手型战士了，卡牌无关的就给了1对韩国男人快乐手、1对1扬指、2对不同幅度的开掌手。而其他各种拿牌的手型一共给了3对花式，而且卡和手型是一体的。虽然手的造型细节很不错，但是这个卡的细节就差远了。不仅厚的和威化饼干一样啊，而且正面都没有区分颜色，尤其是这个拿牌手啊，这个卡厚的都穿模了。海洋堂这边是卡小手大，看着比较畸形；戴哥这边是卡大手小，感觉是捏不住了。这让我想起了王样单杀天空龙的名场面啊，借由史莱姆的无限再生和天空龙的无限破坏，让马利克无限抽卡，最后卡都捏不住了。小时候看的我简直大受震撼啊，原来还有爆牌流这种流派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初代是口胡王、硬卡王，但高桥老师安排的对战中却不乏类似的神来之笔。还有一集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被瞬反。その通り、相手の攻撃宣言がスイッチとなり、発動するトラップカード、聖なるバリア、ミラーフォース。它可不仅仅是爆杀羽蛾名场面这么简单啊，本身这卡的效果也过于 bug 了，短短的1行字就能炸别人的前场。而戴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竟然选择把这个玩意儿当成特效给还原了。为什么不选魔法桶呢？反正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吧。作为传奇禁卡来说，这个实物效果还是非常 OK 的。组装的过程也是很简单啊，每一个部分还都能拿出来当做独立的特效使用，优秀的泛用性。我也是真想不到啊，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这张卡的实体化。而同样是作为附加配件啊，隔壁海洋堂选择的是更加鼎鼎有名的有劲的黄金柜。マジックカード封印の黄金室を発動。
这个小东西的涂装造型和细节都做得相当的好啊，感觉比本体都上一个档次。当然了，这不一定是为了还原卡面啊，毕竟这个黄金柜本来就是拿来放千年积木的，不过这里是放不进去的，这就有点坑了啊，而且还得是官方的特点才会附赠。说实话，海洋堂你这样子有点抠门了。那最后剩下的配件，一个就是这两个卡堆了。实话说，两边做的细节都很一般，弯在这个按它的卡的厚度的话，估计只能放3张进去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决斗盘了，这次两边都给了全涂装，都还原了决斗盘的变形结构，都能做到把卡堆插进去，细节都不错。但实物来说，海洋堂被戴哥爆杀，不仅涂装差了一大截，转动结构巨松，决斗盘拼一起也合不拢，根本就固定不住。两边的搭载方式也完全不同，海洋堂选择的是经典的插拔替换，而腕部连接的部分则是用了一个旋转锁。整体的替换流程是很麻烦的，而且这个旋转锁的转动很松，可以说基本没有阻尼，好处是不容易掉。戴哥这边则是选择了直接给一段替换的小臂，小臂上自带连接件，而和决斗盘的连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形桩，整体也挺麻烦的，虽然比海洋堂紧实不少，但把玩时还是很容易把决斗盘给崩掉。OK， 那么介绍完所有的配件，终于来到可动玩具绕不开的话题了，两边的可动性对比。然而这次两边的可动，算了，直接上对比吧。首先是头部，戴哥这边就是正常的双段球冠，低头轻松45度以上，海洋堂这边的结构类似，也是差不多的幅度。接着戴哥这边抬头也有30度多一点，海洋堂这边幅度也差不多，好像还更好一点。接着是左右的摆头，戴哥这边能干到45度以上，很优秀了。海洋堂这边也是不甘示弱啊，几乎是同样的角度。之后两边的转头都可以360度无压力，就是海洋堂这边的脸有点松，容易掉。手臂方面，首先大臂的前伸关节戴哥是给了，但是这个范围简直跟闹着玩一样啊。而海洋堂这边则是用了惯用的斜切关节，前后伸就相当于向前后斜向转动，平台很给力，戴哥能轻松超过90度，但转动很卡顿，估计水口没有剪干净。海洋堂这边表现就很离谱了，斜切转轮能轻松超过120度，戴哥大臂360度正常大风车无压力。海洋堂这边就受到斜切的反噬了，正常的上下抬是做不到的，需要你去掰一些特定的角度才能转过去。戴哥大臂上段给了360度的平转，海洋堂这边则没有这个关节，只能是根部斜向的转动。曲肘方面，戴哥刻画了王样的手臂肌肉，造型原因大概只有150度，而海洋堂这边的关节造型就极其的简陋了，虽然很丑啊，但是单关节一样到了150度。手腕部分两边都是转轮，不过戴哥这边也就20度多点的范围，而海洋堂这边的桩是斜插进去的，所以能到45度。腰部方面，戴哥弯腰的幅度很一般，大概是30度。海洋堂则是非常的优秀啊，这个幅度几乎是接近90度的鞠躬了，很不错。挺胸的幅度戴哥倒是很不错，大概也有30度左右。而这次海洋堂只有下段能动，也只有30度的幅度。左右的摆腰幅度戴哥反而是很优秀啊，甚至是超过了30度多一点，比弯腰还要好。而海洋堂这边同样离谱啊，接近45度的摆幅了。最后两边的360度平转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来到腿部，戴哥这次就真的是拉垮了，这个前踢回弹啊，超过60度就会被打下来，用力掰的话最大也就能到70度多一点，而海洋堂这边不废话啊，轻轻松松就到90度了。后踢更是啊，戴哥这边有10度吗？海洋堂虽然后踢也干涉啊，但也有30度左右。侧踢就更离谱了，这个幅度有到60度吗？反正我再往上抬的话就容易把腿给崩掉，这个就是把玩的极限了。而海洋堂这边是不是觉得全面领先有点不好意思啊？侧踢90度还非要给你弄个重力感应腿。好在两边大腿根部都有360度平转。屈膝就更绝了，虽然戴哥这边裤子造型刻画的更好，但一屈腿就绷不住了，双段的关节只有150度，而且这个膝盖裸露是真难看。海洋堂这边虽然说腿的造型和材质都不行啊，但好歹是180度双段关节不打折，膝盖也多少给了一点处理，只不过造型做的是不太好的。戴哥这边的脚步上抬下翻幅度都不大，应该不超过30度。海洋堂这边也没有做的很给力啊，也就比戴哥好了一点点。脚踝的左右转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不过是斜向的。海洋堂这边的裤脚也做了转动的分件，鞋子也能独立的转动。戴哥这边做了脚尖独立上抬90度的关节，海洋堂这边就猎奇了，不只能上翻啊，还能向下翻。之后戴哥这边的接地大概有30度多一点，接近45度的样子。海洋堂这边就比较优秀了，转轮能去到接近60度。戴哥这边向内接地就几乎没有什么角度了，海洋堂也不遑多让啊，大概就是多了一点点而已。总体看下来啊 ，SHF 的可动其实是很不如海洋堂的。然而我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超可动的忠实拥趸啊，但对于打牌的男人来说，其实可动这个东西就变得很虚了。毕竟你也没有见到王样像这样打牌吧。
可动其实够用就行了，能像 SHF 一样把定格拍出来了，这个可动就已经完全够我用了。反而是王样为了去搭配 SHM 的黑魔导，才是这两款玩具最重要的玩法。而这两款和黑魔导放一起都还挺和谐的，不愧是王样最忠实的仆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哈马德啊。就是非常可惜啊，现在这个画面里还缺了一个关键的角色，最可爱的妹卡。黑魔导女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啊？呆哥你快点端上来啊！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样的对比还要夹杂一些私货故事的评测是真的很费力啊。不过本期作为我的第200期视频，也是想尽力给大家呈现一些最好的东西，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支持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面就恭请王样登场吧。行くぜ！逃げ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。俺のターン、ドロー、最強のしもべ、ブラックマジシャン。行け、ブラックマジック！